洋洋闪烁着乌黑的大眼睛，问着为什么男的不能穿裙子。陆东明答道：男女有别啊。洋洋着陆东明，战印拿了一条裤子抱过洋洋，帮洋洋穿上裤子，说道：因为男人要干很多重活，穿着裙子不方便。为什么是男人干重活？重男轻女啊，重活让咱们男人干，轻的活就让你妈妈和小姨他们女人干。洋洋似懂非懂的说道：等我长大后，重活我干了，让妈妈和小姨干轻的活，重男轻女。战印笑道：洋洋真乖。内线电话响了。战印放下洋洋，起身去接电话。很快他放下了话筒，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妈妈来接你了。妈妈来了。小家伙听说妈妈来了，立即把裙子塞进了袋子里，还找他尿湿了的裤子，没找到，就问着战印：姨丈，我还有一条裤子呢，那条裤子尿湿了，我扔进洗衣机洗了。答话的人是陆东明。洋洋不说话了，吃力地提起那大袋的衣服，就想自己出去，走了2步还叮嘱着战印：姨丈，我的裤子洗干净了，记得还给我。战印笑道：好，姨丈会把裤子带给你的，姨丈留着也没用。哎，小家伙竟然连条尿裤子都惦记着带回家。洋洋，那条裙子不用带着啊，让你陆叔叔拿去退了呀，你又不能穿裙子。洋洋停下来，扭头说道：姨丈，我想收着裙子，等小姨生个小妹妹，就给小妹妹穿裙子。战印听了他这句话，笑得更欢，走过来一把抱起了他：你小姨会生小妹妹吗？我妈说的，小姨以后要生小妹妹。战印欢喜的道：对对对，你小姨会生个漂亮的小妹妹和你一起玩。行，那裙子就不退了，让洋洋收着，等你当了哥哥就把裙子送给小妹妹穿哈。洋洋郑重的点点头，只要小姨生了小妹妹以后呢，他都要给小妹妹买裙子。战总开会的时间到了，赵密敲开办公室的门，提醒着战印。战印本想送洋洋下楼的，了时间后，便把洋洋递给陆东明：洋洋，让陆叔叔带你下楼去找你妈妈，好吗？姨丈要去开会，赚很多很多的钱给你小妹妹买奶粉。好呀。洋洋是不喜欢陆东明抱，不过他很懂事，知道姨丈要赚钱买奶粉给小妹妹吃，他就不打扰姨丈了。买奶粉要很多很多钱的，他经常跟着妈妈一起去买奶粉，到过妈妈给了别人很多钱，他才有奶粉吃。那陆东明抱着洋洋，提着那一袋衣服下楼去了。海玲在1楼的贵宾室等着呢。平时他是临近中午才会关门的。洋洋被战印带来了公司，他担心洋洋醒来会吵到战印，所以10点就关门了。数分钟后，他透过玻璃门到了陆东明，抱着儿子从里面走出来。海玲连忙起身，快步地走出了贵宾室，叫喊着：洋洋，一大一小过来。洋洋挣扎着要下地，陆东明弯腰放他下地，着他小跑跑向海玲。妈妈。海玲蹲下身去，先问着儿子：洋洋听话吗？有没有吵着你姨丈？洋洋很听话，不过呢，妈妈，洋洋尿裤子了。洋洋说这句话时，表情是很不好意思的。海玲，尿在哪里了？姨丈的床上。陆叔叔给我买了很多的衣服，还有裙子，裙子以后给小姨的小妹妹穿。陆东明帮他儿子买衣服，居然连裙子都买了。哇，这线条有多粗才能给小男孩买裙子呀？陆东明却没有一点窘色，他走过来，把那一大袋衣服递给海玲，然后再次捞抱起洋洋，对海玲说道：走啊，我送你们母子俩回去。海玲跟着他走，我骑着车来的。陆总，买这些衣服花了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不用了，不值什么钱。要的。海玲坚持着要还钱给他。陆东明犹豫了一下后，便说道：花了近2000块钱，你给我1500就行了。海玲低头手里提着的那大袋衣服，猜测陆东明不会讲价，任服装店的人开价。
一买又是一大袋，花了近2000块钱，很正常。他打开自己用来装钱的包，从里面数了1500元，再递给陆东明，说道：“陆总，这是买衣服的钱。”陆东明一手抱着洋洋，腾出一只手接过了那1500元，数都不数就揣进裤兜里了。两个人步行出了办公大厦后，陆东明再问：“真不用我送你们回去？”“不用了，谢谢陆总。”陆东明便放下了洋洋，说道：“那你开车慢点，帮洋洋戴上帽子，今天风有点大，我车尾箱里放有一顶帽子的。”海玲一手提着大袋的衣服，一手牵起儿子的小手，对儿子说道：“洋洋，跟陆叔叔说再见。”洋洋向陆东明挥着手：“陆叔叔再见。”陆东明笑着挥手：“洋洋再见啦。”他站在原地，目送着海玲牵着洋洋出去，直到海玲骑着摩托车载着洋洋远去了，他才走向自己的车呢。他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战印。他边走边接听：“战印，你不是开会吗？我喝杯水不行呀？你没有送我姐和洋洋回去。”战印其实还在办公室里，他不承认自己挂了，正拿着望远镜在窗前往下，到他大姨姐自己载着洋洋离开的，他就忍不住说好，那简直就是不知道带机会。海玲骑着车来的，她不用我送，我也不是很有空，还得赶去管城酒店见客户。战印无话可说：“你姐把买衣服的钱给我了。”战印觉着不好了，问他：“什么钱呀？”“帮洋洋买衣服的钱，我花了近2000块钱，只收回1500。”战印：“阿姨操心你的婚事，操心的头发都白了，是有道理的。”说完呢，战印就摁断了通话。陆东明被挂电话，嘀咕着：“怎么说着牛头不搭马嘴的话？你有老婆了，不用面对家长的催婚。我被我妈催得发头晕，你还说风凉话，我真是交了个损。”海童饿醒了，醒来的时候习惯性的摸身边，没有摸到那头狼。他偏头看了看枕边空空的，连被子底下都没有温度，那头狼早就起来了。海童以为刚天亮呢，等他拿过手机看时间，愣了愣后猛地坐起来，都快12点了。怪不得他会觉得肚子饿，睡到现在才醒来，不饿才怪。战印也不叫他。那海童匆匆忙忙地拿了套衣服进浴室里换好衣服，洗刷过后也不化妆，就这样拿着手机匆匆下楼。还在楼梯上呢，他手机就响了。那头狼打来的。战印。海童停下来接他的电话，一接电话就低声抱怨他：“你起来也不叫我一声，我睡到现在才醒呢。”都12点了。战印在电话那边轻笑：“我看你睡得香，就没有把你叫醒，让你多睡会儿。我帮你打过电话给沈小姐的，告诉她你今天有点累，下午才回店里。”海童总觉得他这样跟沈小军说，沈小军会想入非非的，不过他们俩昨晚也是不节制，放肆了点儿。“你下班了吧？刚开完会，准备去吃饭了，你吃过饭再出来。”战印提醒着他，怕他连饭都不吃就跑了。“都是饭点了，我肯定吃了饭再出门的呀。”那你去吃饭吧，我下楼了。”“好，爱你。”海童笑，听着你的甜言蜜语。我真有点不习惯，我也爱你。”然后学着沈小军上次和苏南通电话一样，他对着手机吧唧一下，然后笑问着战印：“亲，你感受到了吗？”战印在电话里笑得欢，感受到了。昨晚制造浪漫哄他开心，他对他果真热情了很多。战某少想着以后多制造点浪漫，让他的老婆时刻对他保持着热情。海童细细地笑着挂了电话。听不到老婆那带着点俏皮味的笑声后，战印都还舍不得把手机从耳边移开。真想时刻黏着海童呀。此时此刻，战印算是明白，他爸在他能够接管战氏集团后，马上就退了下来，啥事也不管，整天和他妈这里玩那里逛的，真的是
知现鸳鸯不羡仙呀。可惜他不像他爸早早就娶妻生子，他30岁才结婚，现在31岁了，接班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他至少还要在战氏集团撑上20-30年才能退下来。海童不知道他家那头狼已经想着退休的事了。他一下楼，梁姨就迎过来，笑着就说：“大少奶奶起了，饿了吧？午餐刚准备好。”海童嗯了一声，就总觉得梁姨看他的眼神带着点其他意味，他就装着发现不了的样子，若无其事地进了餐厅吃饭。就他一个人吃，他吃得不香，便叫上梁姨一起吃。吃饱喝足了，海童才有心情继续欣赏着屋里面的布置啊。战印还没有让人收拾屋子，保留着昨晚上的浪漫场景。这个时候呢，阿七走了进来。大少奶奶啊。阿七走到海童的面前停下，然后把装着海老头10几根头发的透明小袋子递给海童，说道：“大少奶奶，这是大少爷早上出门时吩咐我去办的事，办好了。”这是我爷爷的头发。海童接过袋子问道：“昨晚他和战印商量后的结果，决定利用海之亲帮他们把取海老头的头发，然后拿去做一次 DNA 血缘鉴定。”是的。海童向阿七道谢：“海之亲肯帮吗？他挺怕大少奶奶的，我把大少奶奶抬出来。”对他一番恐吓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去拔了他爷爷10几根头发。至于海之亲是怎么哄的海老头给他拔头发的，阿七不管，他只要结果。海童笑道：“那小子就是年轻气盛啊，本性还没有坏到底的。海之亲呢，还差2-3个月才满18周岁，这个年纪的确年轻气盛。”拿到了海老头的头发后，海童让阿七送他去鉴定中心再做一次 DNA 鉴定。上次海童是和商太太去做的血缘鉴定，知道鉴定中心在哪里。那阿七请示过战印后，才送海童去了一趟鉴定中心。从鉴定中心出来呢，就看到了战印的专车队刚刚到达。海童走向那个下车了的高大男人，边走边说他：“你下午很闲，还有空过来接我？有阿七送我就行了。”战印上前2步，牵起了他的手，牵着他一起上车，低沉的道：“只要我有空，我都希望我老婆有我送。”对于他的霸道，海童已经不想再说什么。好在呢，他的霸道已经带着尊重，也给足他的自由，不像以前那样不顾他的感受。早上我去姐那里把洋洋接过来了。战印啊，用着很平常的口吻，低调地向老婆邀功：“你工作那么忙，把洋洋接过来，你怎么照顾他？”战印说道：“我办公室那么大，让他在办公室里玩，他很听话，没有哭闹。洋洋肯安安静静的在你办公室里玩啊。”自己带大的外甥，海童很了解外甥的脾性。洋洋再乖巧听话，也还是个3岁大的孩子，正是调皮好动，猫狗都嫌的时候。除非有他很喜欢玩的玩具，否则静不了5分钟就会开始这里摸摸那里摸摸，搞破坏。我带他回公司的时候，他还在睡，醒来后才玩的。海童恍然笑道：“我就说嘛，不过洋洋把我的床都尿湿了。”战印继续说道：“我让陆东明去给洋洋买衣服，他去买了10几套回来，还有一条漂亮的裙子。陆东明居然给洋洋买裙子啊！”洋洋说：“裙子留给小姨生的小妹妹穿。”战印说着这话时，黑眸灼灼地看着海童。海童哪有不懂他意思的？他好笑地捏捏他的脸：“别这样看我哈，我又没有背着你吃药。”彤彤。战印把老婆搂入怀里，一只手附在他平坦的小腹上。真希望咱们能像洋洋说的那样，生个小妹妹。又提到生娃问题，海童问他：“我听小飞说，你们家生儿子，生一个长辈就奖励5000万，生一个女儿就奖励5个亿，这是真的吗？”小飞还说那5个亿的奖励，嫁入你们家的女人至今都无人能拿到的。战印说道：“我希望你能拿到奶奶的5亿奖励。”
海童深思着这个问题，他想了好一会儿后就说道：“你们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女儿，是风水格局的问题吧？可能你们家的风水格局是人丁两旺的，丁一般都是指儿子多的意思。”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“也有可能，因为祖上是有女儿的，但没有养活，而且从那个女儿夭折后，我们家就再也没有出过女儿了。我记得我小婶怀老九之前，各种调理啊，说什么酸性生女啊，她就各种吃酸性的食物。怀上老九后，她的孕象也和前2胎不一样，全家人都以为她那一胎会是个女儿。等到胎儿成型后，找了熟人帮看，对方说是女儿，大家都乐疯了。”战印回想起那一年的事，我那会儿都10几岁了，所以对于我小婶怀着老九时的事印象特别深刻。听说我小婶将会生个小妹妹，我也特别期待着小妹妹的到来。我还偷偷的准备了很多给妹妹玩的小玩意儿呢。见家里大人买了很多粉色的衣服、鞋子回来，我也偷偷的给妹妹买了粉色的裙子。老二和老三年纪跟我差不多，他们也一样。等到我小婶生老九那天，恰好是周6，然后我们一家人老老小小，连我们战氏家族的旁系都去了很多人，把医院的走廊都挤满了人，大家喜气洋洋，比过年还要高兴。我奶奶笑得嘴都咧了，满以为能抱到孙女了，结果护士抱出来一个大胖小子。我奶奶当时的反应是揪着人家护士的衣领，质问是不是抱错了，还说我小婶明明怀的是女儿，怎么抱出来个肥仔。大家都怀疑护士抱错了，护士哭笑不得，一在解释产房里就只有我小婶一个人，小婶生的就是儿子。哎，海童听得都想笑，想象得到那画面。战印继续说道，大家只能接受现实了。护士还嘀咕说什么别人知道是儿子时只会开心，就我们家里人知道是儿子，追着他们要女儿，好像他们医院欠我们家一个女儿似的。然后呢，浩浩荡荡的上百人知道我们家添了个9少爷后，羞得散去了，这家里准备好要燃放的鞭炮也不放了，因为以为是个女儿，准备的都是女孩子的衣物。小九在医院的那几天里穿的都是粉嫩嫩的衣服，出院后才换上他哥哥的旧衣服。我小叔磨磨蹭蹭了半个月才去帮小九买新衣服。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战家是和尚庙，生不出女儿的，就算生了女儿也养不活。海童说道，我觉得可能是你们家先祖建房子或者是祖坟的阴宅，让你们后人生的都是儿子，生了女儿难养活。现在我们住的山庄是爷爷这一辈建造的，应该是我太爷爷那一辈的住宅或者是祖坟的问题吧。我们也没有想过这问题，没有请大师来看过。这年头真正有料的大师很少了，很多都是学了点皮毛就出来骗点生活费的神棍。高人有是有的，就是很少很少了，也很难打听到他们归隐的地方。海童对老祖宗留下来的玄学很感兴趣，他的书店里就有不少关于相术、阳宅风水、阴宅风水的书，可惜他没有那样的天分，看不懂那些书，而他的客人年龄阶段又是中学生，年轻人都不相信玄学呢，谁会去看那些书？放在他书店里的书架角落里，就如同蒙尘的珠子，等待着有缘人看上他们，帮他们洗去铅华，发光发热。改天跟奶奶提一提这个问题，奶奶年纪大，见识广，或许她听过一些高人的传说。还真要找人来看看吧，我想有个女儿呢。战印就怕自己像太爷爷那辈一样，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儿，结果却养不活，那样简直就是剜心割肉之痛。虽说以前是医术有限，现在医术高超，但有时候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命的。奶奶说，当初帮她和海童算过命的高僧，是否会看风水啊？多少都懂得一点吧。不过懂点皮毛的人，大概是无法帮战家解决这个难题。夫妻俩聊着生女儿的话题，不知不觉间就回到了管城中学门口了。战印就送着海童进店的，他也要回公司上班，并没有在书店待上多久就离开了。
想到夫妻俩竟然聊女儿话题，聊了一路，海童忍不住在笑。想到什么好笑的事情在偷笑，说出来听听，让我也乐上一乐。沈小军把一碟点心放到海童的面前，苏南让人送过来的，让我当下午茶点。苏总对你是真的好，体贴入微，千依百顺的。海童拿了一块点心吃，他那是跟着你家战先生学的。要不是有战先生这个前车之鉴，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也是个富二代呢。海童笑笑，战印欺骗我的事，就是给大家一个例子吧，也算是有好处的。沈小军见他心情依旧很好，八卦地问：你上午在做什么？你家战先生特意打电话给我，说你上午不能回店里，店里的事都得麻烦我，说的那叫一个温和呀。我认识你家战先生那么久，他对我说话就没有像上午那样温和过的。因为张念生暗恋海童的事，战印是知道沈小军对海童非常好，也没有帮着张念生追求海童，可是他就是防着沈小军，也有点嫉妒沈小军在海童心里的位置吧。没做什么，就是昨晚被他感动了，睡得晚了点，他给我制造的浪漫，我都拍了下来，以后老了还要翻出来看看。哎，海童说着呢，便把自己拍的视频给沈小军看。那沈小军看过之后大呼浪漫，随即暧昧的笑道：也怪不得你睡得晚了，嘿嘿。他那两声嘿嘿让海童忍不住搔他痒痒。沈小军笑得肚子都痛了，赶紧求饶：好老公要靠自己调教彤彤，你老公会被你调教成为一个三好丈夫的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像座冰山似的战先生会给你制造出那般浪漫的场景。苏南经常给他制造浪漫，沈小军一点也不意外。苏南是双商在线的人，战印却是高智商低情商的人。苏南给他当爱情顾问的时候，没少吐槽战印不开窍。战印能为海童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了，怪不得海童感动得一塌糊涂，导致今天补了大半天的眠。海童甜蜜地道：他是为我改变了很多，值得我为他去努力。夫妻双方是相互付出，双方都用心去经营着他们的婚姻，那样才能长久。羡慕嫉妒恨呀，你也是别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。沈小军嘻嘻的笑，那是我就喜欢活成别人羡慕的对象。有了苏南后，我觉得很幸福，耳边也清静了。我家里人再也不会给我安排相亲，我姑姑都消停了。你姑姑现在捂着嘴笑吧，她是真的想让你嫁入豪门享福的。我不想嫁豪门，不过苏家那样的豪门，我很乐意嫁，一辈子都不会觉得无聊。彤彤，我现在就对苏家少主的事特别感兴趣。你说那么厉害的一个男人，需要多厉害的女人才能配得上他呀？海童说道：有时候也未必是强强联手，看苏少主喜欢什么样的了。我觉得他肯定眼高于顶，他比苏南大好几岁的，还单着。你说咋这么多优秀的男人不谈恋爱不结婚的？可能是他们工作太忙，觉得有更多比谈恋爱结婚重要的事情要做吧。沈小军想到苏南也是忙得脚不沾地的，笑道：他们可能就是在等着跟我们相遇。逗得海童也笑了。海童请了人帮他编织工艺品，他不用那样着急，便开了电脑准备起草一份承包合同，然后做一份规划书。3个人当中就他是农村出身，虽说他也有10几年没有在农村生活了，不过对于土地他还是比2个好友了解的。他们的计划是要承包完所有荒着不种的田地，用来种各种蔬菜瓜果，种菜需要离水源近一点，那样方便浇水，种绿化草的不用太挑剔。承包那么多田地来种菜，就给菜地浇水，当然不能人工进行，那得请多少人才能浇完水啊？海童决定签了合同后开始动工时，也要请专业人士在菜地里打井，安装水管后再装上自动喷灌喷头，360度旋转，自动浇菜，不需要人工浇水。起草了承包合同时，偶尔会和沈小军交流一下。沈小军凑过来看了看后，一副甩手掌柜的样子，我只管投钱分红。
这些事情我不懂也做不来，你知道的我。这个人只知道吃吃喝喝，太懒了，懒得动脑。我妈总说养我就像养着一头猪一样。我姑姑说，就因为我这种性格，才盼着我嫁豪门，不用愁。你只管打印出来，交给小飞看看，他听都比我们听得多。有问题再改吧，或者呢，让他们的法务部帮我们写一份合同，也是一样的。沈小军吃完了苏南送来的点心后，拿起手机给苏南发信息：苏总，你送的点心很好吃，我喜欢，爱你。苏总很快就回复他：你喜欢吃，明天再送2盒过去给你吃。养一个吃货，对苏南来说那是最简单的事，只要投其所好就行。小飞今天没有过来，沈小军随口说了句：海童接口，她的好闺蜜失恋了，她要去安慰安慰。事实上，商小飞并不是在安慰陪伴失恋的好闺蜜，而是在她的新邻居那里串门。商小飞下午本来想出门的，开着车路过邻居的大别墅门口时，看到别墅大门敞开着，居然常坐的那辆车停在别墅里，恰好呢，居然就在院子里站着，他呢就便停了车。本想着就是打声招呼的，结果居然邀请他进别墅里逛逛，他就把车停在军然的家门口，然后被军然请进别墅里串门了。这栋大别墅离商家最近，商小飞以前也跟父母串过门，知道这栋大别墅的愿景很漂亮。在军然带着他随便逛逛的时候，他说道：我觉得这院中之景没必要大动，花草树木都长得很好了，你重新栽种的话，要长很好才能长成现在这样。军然微笑的道：我本来还想着全都换一遍的，听你这样说很有道理，那我适当的动一动吧，把我不喜欢的那些植物移走，种上我喜欢的。商小飞了一声，屋里的格局呢是需要变动一下的，还有就是别墅的大门需要改一下朝向。军然请来的风水先生说，原先的风水局已经行完了运，原屋主没有及时请高人来改动格局，让自己家里重新起运，一直用着原来的那个行完了运的风水局，自在会落败。风水局是有年限的，年限用完了，那个局就不能再用。小飞，我的眼光不太好，你帮我好好看看，我栋大别墅翻修，什么风格更好看一点？我是把这栋别墅当成我在管城的家，以后我娶妻生子都是住在这里的。女人的眼光跟我们男人不一样，你用你们女性的眼光帮我看看，给点建议。商小飞说道：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呀，我以我的眼光来帮你策划，万一装修好后，你未来的太太不喜欢那样的风格怎么办？居然看着他，他的眼神温和，带着笑意。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你喜欢的风格，我未来的太太肯定也会喜欢的，在管城上流社会，你的身价地位是最高的了，我相信没有人比你的眼光更高。他说的也是实话，在这管城上流社会，商小飞的身份地位啊，的确是排在首位的，因为首富家没有女儿吗？商小飞自信的道：那也是吧，我的提建议，你采用之后出来的效果若是不合你们夫妻俩的心意，可别怪我哈。不会，绝对不会，我也相信小飞你的眼光，你们家的风格我就很喜欢。商小飞笑道：我们家的装修风格是我妈喜欢的，我妈就喜欢古典美，喜欢低调奢华，居然夸赞着阿姨的审美观挺好的呀。我奶奶也是这种审美观。小飞，你有空的话常来多给我一点建议。商小飞很爽快地答应他，只要你过来了就给我电话，我过来帮你参考参考，保证让你的房子翻修好，你未来的太太会非常满意的。哎，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一个大红包酬谢我啊。君然还是微笑的道：必有众筹。商小飞看着他的笑脸，发现他说话总是那样，未语先笑，笑容温煦如春风，暖洋洋的，让人不自觉的就在他面前卸下心防。行，我给你当装修的顾问。君然笑眯眯的道谢。
走吧，我请你喝咖啡去。我下午一般不喝咖啡，不喝茶。见君然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商小飞大乐，笑道：我下午不喝咖啡，不代表我们不能去咖啡厅呀。你请我去哪家咖啡厅？我闲时也就是在管城大酒店1楼的咖啡厅喝杯咖啡，听听音乐，放松放松神经。要是在我们 A 市，我是去随缘咖啡厅，那是我大嫂和她好闺蜜合伙开的。随缘咖啡厅的生意特别好，现在开了2、3家的分店了。不过最火爆的还是总店，很多人是冲着我大嫂和杨小姐去的。杨小姐是欧阳家的大少奶奶。商小飞挺喜欢听军人说他家大哥的爱情故事，他说到以后有空再去 A 市，你请我去你大嫂的咖啡厅尝尝，跟我们管城的游艺咖啡厅比怎么样？君然也去过游艺咖啡厅，他想了想后说道：我大嫂的咖啡厅更像是网红咖啡厅，因为大家是冲着我大嫂的身份地位去的。游艺咖啡厅是以安静啊、安全啊、取胜啊各有各的优点。游艺咖啡厅是战家老太太的产业，君然也是和战氏集团合作后无意中得知的。商小飞就笑着往外面走去，君然站在原地看着他。走了几步，发觉君然没有跟上来。商小飞扭头笑道：不是说请我去喝咖啡吗？怎么不走了？反悔啊？怎么可能？君然马上恢复了温润如玉的样子，大步的走到他的身边，与他肩并肩的一起走出了别墅。保镖们想跟随，你们不用跟着了。居然不让保镖跟着，他也不开车。在商小飞开了车锁后，他径直的走到副驾前，拉开了车门，就坐上了副驾驶座上。商小飞都愣了一下，看着他，问道：君然，你不开车去？咱们是去同一个地方，就开一辆车去就可以了呀。君然答得理所当然的。商小飞想说陪他喝完咖啡后，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，不过那些话最终没有说出来。他要做的不过是去彤彤的书店讨论一下投资的事。明天再去找彤彤也是一样的。谁知道君然还在说在管城，估计很多人都认得你商大小姐的车架。我坐你的车绝对安全啊。商小飞，你这是把我当成你的护身符了。君然脸不红气不喘的，我会给买符的钱的。商小飞笑道：以前我不了解你们君家，认识你之后，我特意向我哥打听了一下你们家的事，知道你君5少是兄弟当中身手最差的，所以出门总带着保镖是吧？我小时候很胖，太胖的人不喜欢运动，练功的时候老是偷懒，结果就是兄弟几个。就属我身手最差，没办法啊，只好请保镖了。他们家兄弟10人出入都带着保镖的，的确只有他君5少，其他人只偶尔会带几名保镖摆排场。他是离了保镖就觉得不安全。商小飞一边把车子就开动，一边说道：我一个弱女子出门都不带保镖呢，我只有去逛街购物的时候才会带几名保镖跟着帮我提东西。小飞，你练过吗？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，多少都练过点的，为的是自保啊，不过我没有实战经验。商小飞在管城的名声不太好，他性格有点泼辣，加上也蛮横，而且商家在管城非常有地位，没有人敢得罪他，他就算没有带着保镖出门，一般的混混见到商大小姐的车架都离得远远的。生活上过得安稳，那也就不带保镖出门了。管城上流社会的人最讲排场的也就是站印了，不过站印主要是利用保镖来挡住追求者脚步的。女侠，以后还得你保护保护我呀。商小飞扑哧的笑，边笑边说道：我都没有实战经验，哪能保护你，况且我学的就是花拳绣腿，现在都不记得动作了。君然，我建议你以后找老婆找那种身手厉害的女人吧，最好就是特警之类的，就约会的时候若是遇到危险能保护你。君然也笑，那倒不用，我只是兄弟之中最差的那个，又不是对付不了混混，我要是有了喜欢的女人，
宁愿自己受伤也要护她周全的。他看着商小飞说道：“保护我自己女人的本事，我还是有的。”我也是开玩笑。商小飞笑问：“你有喜欢的女人了吗？”目前还不明确，不知道是不是爱，就是挺喜欢看到她的。我没有恋爱过，没有经验吗？先观察观察吧。商小飞来了兴趣：“你的目标是哪位千金？”现在还不好告诉你啊，等我确定了心意，并且追到手，让她成了我的女朋友，一定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商小飞也不勉强他说出来，能被你喜欢的女孩子肯定是很优秀的。我听说你们君家和战印家里一样的，结婚要慎重，因为你们不能离婚，不能移民，移民成了外国籍的，是无法分家产的。是那样，我们家男儿都宠妻，没想到战少家里的家风也是这样，好家风出好男儿。你们两家能成为不同城市的首富是有原因的。商小飞觉得他家里的家风也不错，不过还不能跟战家和君家相比。商氏家族里有不少男人婚后出轨，养情妇，生了几个私生子女的，家里经常闹得鸡犬不宁呀。他母亲和父亲呢感情很好，故而最是厌恶那种对家庭对婚姻不忠的男人。只要是出轨养情妇生了私生子女的族人，他母亲都不许他大哥重用。